我们就到了那个现场，黑烟啊、浓烟都有，就是几乎是看不到的。后来我就感到很害怕，因为我怎么喊怎么叫的都没有人应我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紧张，我很怕，我就开始想我的妈妈。哇，他讲到我要哭哎，好可怕啊！相信我吧 ！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相信我吧》，我是赵子杰，我是 Kimberly 王智慧。相信我吧是一个机智问答游戏节目。那我们每一集都会有不同的主题，我们会邀请3位嘉宾跟主持人一起分享有关主题的故事。对，可是我们今天有5个人嘛，一个人的故事是假的。那我们要不要先欢迎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 OK，Yes。大家好，我是 Da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库尿赫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少黄依玲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先说一下游戏规则 ，OK？ 我们会轮流说一个故事，然后呢，故事说完我们可以开始发问。问完之后，我们必须投票看谁在说谎。是的，如果说谎那位被投出去的话，他会被惩罚。可是如果你们没有找出说谎的那位，或者是你们投错，都要被惩罚。对，所以不可以乱投，一定要想清楚。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玩。相信我吧！今天我们的主题将会是与死神擦肩而过。来，我们第一位 Das。OK， 我每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紧张嘞，因为这个是10年前发生的。所以呢，有一天我准备去我的朋友的生日啦，我好像有一点迟到，所以我搭德士去。那个时候没有 Grab、Uber 这些，我马上搭那个德士，上那个德士跟那个司机讲我的目的地在哪里，然后我马上听音乐。半路突然间，那个司机停他的车，然后我就发现到有一个中学学生好像在那边过马路，他跑过马路，那边没有绿灯，也没有那个斑马线，然后我发现到那对面有一个巴士啦，他在追巴士，我就真的有点很生气，然后我回去继续听我的音乐，突然间又发生了，他停多一次，好像几秒钟他停多一次了。然后我看前面，发现到那个女孩子，她回来捡她的帽子，因为她的帽子掉。Oh my god！ 那个时候，那个德士司机没有时间停，所以他转了那个德士。Oh my god！ 他转了那个德士，我们刚好撞到一个那边的，好像是路灯。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耳聋了，因为我什么都听不到，我没有听到有人喊，我没有听到那个德士的司机跟我说什么东西，我们真的很吃惊。然后那个孩子他也是他搭了他的巴士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跟那个德士司机跟他讲，你 OK 吗？然后他好像很吃惊，一片空白。我叫他停在那边，我去那边的咖啡店买水给他。然后我是一个很迷信的人，所以我马上决定我不要去我的朋友的生日会了，我搭另外一个德士回家。后来我跟我的朋友跟他说，对不起，我们差一点发生了一个意外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可以来。然后他说，幸好你没有来，因为我们的那个生日晚会，那个地方我们有吵架，警察有来，连救护车也有来。Oh my god！ 但是好像是有这样的发生啦。然后我就心里想，幸好我有这个迷信啦。然后我到今天我搭那个德士的时候，搭什么车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带我的安全带。OK， 我的故事结束了。哇，整到我的心脏哔啵哔啵哔啵跳哎，这个很低调嘞。我刚刚讲到他的手在开始抖哎。我还在抖哎呀！米少，你有问题吗？大概几点呢？大概几点？是傍晚啊，傍晚。对。真的，他讲的太低调了，我就是很有画面感，你知道对，吗？太有画面感。我手都 OK 流汗。啦，继续啦，你们不要一直讲。没有你们都是相信我了。对，他又问了一个问题。我们是相信，可是我们还是要问问题的嘛。还是要问问题啦，还是要问问题。你的德士司机撞到路灯之后，程序是怎样？有没有警察来？没有撞得很大力。 OK。所以他有出去看他的车，那个车没有什么。路灯也 OK。路灯也 OK。OK。但是如果那个路灯被撞得很惨的话，我觉得我不会在你们面前跟你们讲这个故事了啦。也是有道理。请问你这个意外上过报纸？没有啦，都没有吗？都没有死亡，没有人被受伤。你要去谷歌看看吗？对，我知道去谷歌。跟 Friendster 有碰一下。有没有跟我们的 ERA 是一样的？我好奇。那个他撞到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哪里感觉到痛？手那安全带有割到我的脖子。哇，可以看一下看一下。10年前啦，伤口就没有了啦。接下来我们要请Herman 跟我们讲故事。
对，我的是一个 skydiving 的 experience。 OK，所以那时候大概5年前，我去 Australia，跟一群朋友，3个朋友，我们去 skydiving。所以你去那边了，然后你就要 sign 那个 form，然后你就搭飞机就跟着上去。然后那时候我们跳的是14,000 feet，所以我们是飞到上面。所以我是第2个跳出去的。 OK，所以我们就坐在那边等嘛。然后 after that，第一个他们就开了，就第一个跳下去，然后我就跟着跳下去。OK，usually 那个 instructor 在你后面 right， 他会拿着那个 GoPro。就是会拍你的脸嘛，因为他会拍你。所以 after about like 15 seconds 这样 right， 然后我看到那个 GoPro 不在我前面，所以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他突然没有拍 GoPro？ 因为我 try to 转后面就要本来问他，你听不到东西吗？因为你带东西，然后那个风这样吹，你根本听不到。我就看到他在整个在摇，在 struggle 一点，然后我在想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？then 突然有一个黑色的 bag 从后面飞掉身，then 那个 parachute 出来。after 我 land 全部然后 after 他才 explain 给我听。他说他拉第一次拉不出，所以第2次拉得出来，所以那个是 backup 的。那个是那 backup 的，所以他第一次拉的时候他拉不出哦，因为他连他的 GoPro 是拿不住啊，他就要收掉，就要做他的。把黑他是 after 那东西下来再跟我讲。我觉得他故意不要跟你讲啦，因为你怕你放上啊，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他不要跟我讲。对。把 after 他讲的时候，我就整个他很激动哎，我觉得他很不错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集有一点让我很紧张，我的心 cannot take it 嘞。对，我觉得才第2位我就故事真的很是真的，很痛嘞。你最好是真的嘞，你假的话我会恨你的嘞，很痛嘞，我的心在。但是有问题问他吗？我完全没有怀疑你，我只是有一点好奇而已。OK 所以那个20秒，你不知道他在你后面做什么，对吗？你掉的时候，但你心里想什么？很好玩哦。OK， 玩了，因为还是你还没有怀疑到有问题啊？还没有，因为他的 GoPro 在前面嘛。现在这个 footage 你还有吗？我还有啊，就在我家，因为他们会给你那 footage，因为你 pay for the whole package， 他不可能因为这个 incident 了，你前面那部分他不要给你了。连你那个 filming 也是不大好吗？后来你为什么没有叫他们给你 refund？ 哈？等一下，难道？我会嘞。等一下我付钱给你，看来看去，人突然这个10秒没有，我会叫你给我 refund 呢。他好像来这边哦，不是录节目，他是来问那个 package 多少钱。你后面的朋友应该还没跳嘛，所以他应该看得见你们在下面有情况。你们下来之后，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他没有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发生，他没有看到。哦，你经过这个经验之后，有没有产生什么 trauma？我觉得不会啊。不会啊。although 那个 incident happened, I don't think it's a very big impact. 现在轮到我们的饶子杰跟我们说故事。 OK， 好，我的故事是在我当兵的时候，对，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是消防员。那曾经这个东西是有报道在报纸上的，但是我的心已经开始跳得很快。对，我不懂为什么。对，所以我就去了这个某个地方去救火。那其实他那个火是还蛮大的。OK。那我们通常消防员都是一队的嘛，一队就有4个人，我们就到了那个现场，浓烟很多，很黑烟啊，浓烟都有，就是几乎是看不到的。所以没有办法，我们得用我们就是我们的 BS 在这边有一个线，那个线就是引导你进去的时候做一个记号这样子。OK。所以你出来之后，你可以抓那条线，你可以找出回你那条路。所以我们一个 section 是这样子进去的。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对，很不幸的就是我们走散了。说真的，我没有看到火，因为它很黑，很多浓烟。我的手指这样出来，对不对？我是基本上是看不到我的手，就是那么样的黑。我在里面混了。我记得啦，一段时间，蛮长时间的。然后后来我就感到很害怕，因为我怎么喊怎么叫的都没有人应我找不到我的 section， 可能是因为紧张的关系，所以你呼吸的节奏对乱了，就很快就这样嘛。那我的氧气筒要用完了，对，它就开始响了。所以我们学到的东西是，你的氧气筒开始响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就代表你只剩这个东西只可以维持你5分钟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紧张，我很怕。我就开始想我的妈妈，想我的姐姐，真的，我觉得我有点疯了，我就开始在敲打周围的东西。那突然间给我开了一扇门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3楼，所以我开那个门的时候，我看到光，我非常开心，然后我就脱掉我的 BS， 我爬下去，我直接往那个东西，它是很小的一个洞，我硬塞挤下去就逃过那一劫。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我跟死神擦肩而过的一个 moment。哇，他讲到我要哭哎，好可怕啊！蛮恐怖的。 Sorry， 你在里面待多久呢？其实我
不知道我待多久。可是因为哦，如果你有那种oxygen tank，应该不只是5分钟、15分钟，应该是几个小时了。不可以，那个东西维持不了几个小时。哦，OK 因为我的呼吸那个 tempo 已经是乱了。对，我现在要跟你讲，我心情有一点矛盾，因为如果是假的话，我会有一点讨厌你，但是我会要继续问一个问题。你那个氧气筒，如果你进去的时候是满的话，它到底是可以维持多久？因为你说不可以几个小时。通常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消防员进去嘛，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，我们还是要出来换 section，对，这样子呀。一个小时有吗1个小时一定有啊，几个小时就没有。 ？OK，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个 HDB？ OK， 那个地方是说它里面是很多那种东西的，对。他们3个讲完之后，我的故事其实很不精彩。OK， 我的故事呢是在很小的时候，我小时候拍戏的时候，我有看，就是我们4个小孩子去做很多很有趣的东西，所以有一集我们就去马来西亚，我们就是要去爬山。所以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呢，每个小朋友可以带一个家长去，所以我们所有人的妈妈都跟着我们一起去，所以4个小孩子，然后就4个妈妈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制作组，还有我们的就是导播啊，全部都一起去。可是去的时候一定会有好像一个 ranger。带你进去，不可能是自己去的。然后他们就是讲你们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而且他们爬山不是好像我们新加坡那种来五鸡芝麻山、布基迪吗可以走路的那种。他们只是在开始的时候有爬那个楼梯上去。爬了过一阵子，他们就没有楼梯了，全部都是泥啊、路啊，真的是有些地方真的是要这样爬上去来，所以我们就爬，然后来到这个阶段，它是一个很窄的一个路，所以你想象你这边就是泥，全部都是泥啊、树啊，就是好像一面墙这样，就是要躺着那个墙这样走，很窄。我们就拉着手，一个人慢慢过，然后你走的时候你要拉着，因为它有很多那些树根啊都会这样跑出来，那你就拉着那个树根这样过，这样慢慢过。可是因为下雨，所以那个路很滑。我就走到一半，我在那边过来一半，我突然间就滑下去。哎呦！对，刚好我就这样拉住那个树根，我就，那每个人就 stop 住，然后我就自己需要来拉自己上来。而且那时候我很小，我好像是小学的时候去这个呀，所以我就拉，然后你就用脚自己这样爬上来，就慢慢爬。然后我爬上去的时候，我继续走过去，我走完了，我就看下去，我就发现。如果我真的是跌下去的话，他们应该是要找来 rescue team 来找我的那种，没有你们的故事那么精彩啦。可是那个是我的故你看那个 Michelle， 她有点 stress 她在那边。你当时候在穿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知道我在穿 track pants。我很喜欢这件裤子，所以我跌的时候，我弄到整身泥的时候，我最伤心的就是我怕我的裤子坏掉还是脏掉。当时你说你家长有一起去，对，那你妈妈的反应是什么？其实讲真的，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在想当时妈妈的反应是什么，可是我不记得嘞，我只知道没有，我真的不记得呢。不记得是一个借口。我觉得他们没有在我们孩子面前讲，因为他不要我们觉得害怕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妈妈当时的反应是什么，因为我都没有看见她，我都不管，我自己在那边过。我们是几个孩子一过，我们都不管。对。那你记不记得你爬起来的时候，然后你过后你就跟你妈妈看到你妈妈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她跟你讲了什么东西？ OK， 我要声明一下，我觉得现在每个人的想象中都是是一件很大件的事，可是你要记得我们在发生的那件事的当儿，其实是一件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事，这样就跌了，爬起来就看了，哇，其实蛮危险的，就继续走了。因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而且我们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到达那个目的地，不然我们不可以 set up camp。所以我想知道这件事有没有影响到你后来的生活？完全没有。哦，我觉得白问了。如果它是现在发生的话，我可能会有一点恐惧。可是因为小时候我们有很多经历啊，什么天不怕地不怕，而且发生的时候我都没有看见，我就觉得是 OK 的。对。那我们来欢迎我们这个 Michelle。压轴。我的故事跟Duster 差不多一样，也是车祸，大概是10年前的事。然后因为过年嘛，所以我父母亲是怡保人，
所以我经常回去过年。然后当时我爸爸经常驾车，可是那个整个路程大概是8到9个小时。哇！然后他跟我讲 ，OK Michelle， 如果我累的话，你一定要来跟我讲话啦，你要叫醒我啊，播音乐啊这些是 OK。半途中大概4到5个小时的时候，我睡着了，然后在那个车里面昏迷，突然嘣！我就 feel 到那个 airbag 在我身上，哇呀！那么原来我爸爸也一样，因为你驾车你一定要很专心，对，然后他也不小心就是弄 off 啦，睡着了，但开门看到原来我们的车撞到那个 highway 中间的 railing， 我们那个车灯碎了，那个车头也开了，然后我们就很 blur。但我爸爸，我觉得他当时也可能很内疚吧，他知道自己好像是睡着了，不小心可能就是闹出人命，所以他情绪有点就是不稳。不过他还是保持。那 afterwards， 我们亲戚就 hire 一个 taxi 啦，从那个地方载我们回怡保。在那一时刻，我看到车这样子回了之后，就会觉得好像哇，幸好。我们很幸运哎，我们真的是很感恩，没有闹出人命。有人要问问题吗？那个 airbag 碰到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受伤？其实是有痛的 ，because 那个 impact 那个 airbag 的 use 就是 absorb 那个车的 impact。对。所以它一开的时候，我就 feel 到了，然后我就怎么那么痛？没有受伤了，没有受伤 ，OK 呀，没有受伤，不过是痛。所以当初嘣你起来了，你第一个在脑里在想的东西是什么？我第一个就是发生什么事，因为我已经睡着了，所以其实有一点就是来，you know， 没有头脑没有想东西。你们是几点开始驾车进去怡保的？通常我们6点就会开始，早上6点。这样那个高速公路应该会蛮多车嘛？对，但奇怪，为什么下午会打瞌睡呢？我还以为是晚上哎。对，我是以为是晚上，所以会睡着。被抓了。晚上，是真的，我们是6点出发。我知道我问什么了。哇 ，OK。你的车牌是什么？他的车他都能知道。要买马票了，快点。我当时我真的是拍了一张照片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太。 send 我吗？对，你可以发给我在我的们看吗？ Facebook， 如果我们现在查的话，一定会有啊。一定会有。 OK。哇， OK，大家问题都问完了吗？问完了。OK，所以我们发问完毕。对现在我们就要思考一下，到底是谁在撒谎，然后我们要开始投票，进行投票。3、2、1。所以最多票是2号何门。我选何门，因为我刚才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有点 defensive， 还有我们要投票的时候，他一直推给其他的人。刚才我在讲我选他们2个其中一之一吧，然后我觉得是比较 simple 的，所以没有很多 detail，所以我觉得是 Michelle。 OK， 我觉得他的反应很紧张，很紧张，然后所以我才选择2号，因为他5号讲说我的 Facebook 有。我就相信你 Facebook 有喽。对，我跟子杰一样，我其实是徘徊在 Herman 还有 Michelle 之间。可是他最后讲他 Facebook 有那个照片，我就OK，因为我在 Facebook 我有 Michelle，所以我等一下去看我就知道了。我觉得他不会骗我，你不会骗我对吗？你不会骗我？不会骗我对吗？可是他不相信你的。哈？哎呀，对，你干嘛？我觉得每一集都会有一个人投我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在 discuss 的时候，没有人选 Kimberly， 我就觉得 OK， 可能是 Kimberly 吧。因为我可怜你投我一票是吗？谢谢你。所以呢 ，Herman 的票数最多，我们到底可以不可以相信 Herman？ 现在要揭晓，3、2、1。跳伞 Reverse Standby。容易啦，讲废话是我的专长。我的策略就是我会讲到很详细，就是让他们以为我是真的，我会让自己很害怕。因为如果我自己很害怕我说出来的东西他们会相信是真的，所以我就会很怕。你们走着瞧 ，Let's go。我觉得我败在那 GoPro。After 你们问那 GoPro question， 我就有一点 shock 到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进行惩罚。 Let's go。Yes，Let's go， 很紧张。我们要吃完了，他就要咬完了，给张嘴给我们看，他吃完了才算惩罚完成。OK， 3、2、1 ，Go。 Oh no！ 有没有水啊？有没有水？给他水。他要哭了。你看他的眼睛多所以大家如果你们要演哭戏的话，可以吃一个 wasabi。3。
，sorry。他那里流眼泪，有没有纸巾给他？ OK， 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 Dan、Herman 还有 Michelle 跟我们讲故事。耶！想要观看我们更多的，相信我吧，可以到 MeWatch 观看全集哦。然后我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苏格梅人小心一点啊。